我只是随手将电瓶车停在路边，却没想到电瓶车爆炸烧了邻居的麦巴，还榨干了路过的儿子。为此，全家为了赔偿倾家荡产，还背上几百万外债。我被死者家属辱骂了20年，一天打8份工还钱，而终于还清外债的我，却因过劳劳累猝死。就在我闭眼前，我却听到爸妈在门外嘲笑。其实迈巴赫根本没烧，那老头和他孙子也是假死，这死小子还真信了，拼了命的赚钱。不然怎么办？我女子要想风风光光结婚就得花钱，她是个捡来的养子，也就这点用处了。为此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的20年努力全是笑话。在睁眼回到爆炸那天，这次我提前把电动车骑走，沉进了后山水库。没有车看你们怎么演。可没想到下午3点，爆炸还是发生了，我整个人僵在原地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把电动车沉到水库里了，怎么可能还会爆炸？此时的村口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。看到现场的那一刻，我双腿发软，心如泪雨。因为此时的现场比上一世更加惨烈，那辆迈巴赫真的在燃烧，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，车旁还躺着2具面目全非焦黑的尸体。快报叔叔，这谁家的电瓶车怎么停在这儿充电？好像是朱家那小子的，我早上还看见他推着呢。闻言，所有人齐刷刷看向我，我紧张的愣在原地，发不出声音。这不可能，我的电瓶车在水库里，怎么会在这里？又怎么可能爆炸？此时迈巴赫车底突然爬出来个人，他随便整理了一下身体，就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朱浩，是不是你的电瓶车？我嘎了你，这可是我刚提的迈巴赫，300万，你赔我300万。我吓得全身发抖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上一世的爆炸是假的，这一世怎么变成真的了？而且我的电瓶车明明被我沉到水库里了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不是我的，我的电瓶车不在这里。你还狡辩，我亲眼看见你早上推着电瓶车出去的，不是你是谁？就是这周围除了你，谁还有这样的电瓶车？嘎人偿命！闻言，人群的辱骂声几乎要将我淹没，比上一世更可怕。上一世至少我知道那是假的，可现在2条人命却真真切切摆在了我面前，迈巴赫也是真的在燃烧。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爸一看现场情况，脸色瞬间铁青，我妈更是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嚎大哭。天杀的哟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我们家要倾家荡产了。妹妹朱宁宁和男朋友站在一旁，眼神闪烁，不敢看我。这一切都和前世一模一样，可唯独这一次，爆炸是真的，死亡也是真的。他们难道不知道？哥，真的是你的电动车吗？我记得你早上不是推到镇上去维修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死死盯着他眼睛，想从里面找出一丝破绽，可我只看到了慌乱。这不是我那辆，我那辆被我沉到水库里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哥，你是不是吓傻了？我没有傻，我早上6点就把电瓶车推到后山水库，绑上石头沉下去了。这辆爆炸的电瓶车不是我的。人群安静了一瞬，随即爆发出更大的喧哗。这小子疯了，说什么胡话呢？什么沉水库？我看他就是想推卸责任。包叔叔，让叔叔来抓他。我爸上来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孽障，你还敢撒谎？那可是2条人命啊！我捂着脸，这一巴掌和上一世一样疼。可上一世，我以为他是真的愤怒和绝望，后来才知道那只是表演，为了让戏更真，让我更愧疚，更心甘情愿的当牛做马。但这一次爆炸是真的，如果他们真的策划了这一切，那2条人命，还有那辆正在燃烧的迈巴赫，又是怎么回事？叔叔很快就来到了现场，而我被带到一边做笔录，整个人浑浑噩噩。姓名：朱浩。那辆电瓶车是不是你的？不是，我的电瓶车在水库里，我早上亲手沉下去的。那辆爆炸的电瓶车和我的很像，但不是我的。朱先生，现场有目击证人证明那辆电瓶车就是你的，而且我们在爆炸现场找到了你的车牌残骸。不可能，我的车牌是 A88888，那是妹妹帮我上的牌，说是吉利数字。你们找到的车牌是什么？叔叔低头看了眼记录， A5个8。我如遭雷击，身体忍不住的颤抖。这不可能，我的电瓶车在水库里，车牌怎么会出现在爆炸现场？难道有人把我的电瓶车捞出来了？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早上6点才沉下去，下午3点就爆炸了。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从这么深的水库里捞出一辆电瓶车，再推到村口充电引爆？而且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要去看水库，你们跟我去后山水库，我的电瓶车就在那里，你们去捞，一定能捞到。叔叔看我神情激动，无奈只好点头同意。此时后山水库边围满了看热闹的村民，2个叔叔跳进冰冷的河水里，我在岸边焦急的等待，只要捞出那辆电瓶车，就能证明我的清白。爆炸的那辆是赝品，是有人故意陷害我。很快叔叔就上了岸，他们拿着一块塑料碎片对我说：下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这块碎片，还有一些石头。不可能，我明明把整辆车都沉下去了，绑了4块大石头，怎么可能不见了？朱先生，你确定你真的把电瓶车沉到这里了？河底没有车，只有这块碎片，而且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，爆炸现场的电瓶车残骸确实和你的车辆信息吻合。我有些傻眼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明明自己记得清清楚楚，我把电瓶车推到这里，绑上石头，看着它沉下去，可现在车不见了，只剩下一块碎片。好，你就别狡辩了，嘎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咱们家虽然穷，但也不能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啊。就是敢做不敢当，算什么本事？平时看着挺老实一小伙子，没想到心这么黑。村民的唾骂声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身上，我环顾四周，每一张脸都那么陌生又那么熟悉。上一世他们也是这么骂我的，骂了整整20年。但好在我最后知道了真相，但这一世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，我到底是不是真的把电瓶车沉到水库里了？我要看监控，村口不是有监控吗？看我有没有推车过去。我们已经调取监控了，但很不巧，村口那个监控昨天就坏了，还没修好。那附近别的监控呢？我们查过了，你早上6点确实推着电瓶车出了村子，但之后就没有监控拍到你了。那我去水库的路呢？后山有没有监控？后山是荒
荒地，没有监控。我顿时感到绝望，没有监控证明我沉了车，没有车证明我的清白，所有人都在指责我，连我自己都开始动摇。难道我真的没有沉车？爆炸真的是我的电瓶车造成的？哥，你别这样，就算是你不小心，我们也不会怪你的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一起承担就是了。看着他那张假惺惺的脸，我突然一阵恶心。上一世他也是这么说的，然后承担的人只有我，享受的人却是他。滚开！我不需要你假好心。哥，我知道你压力大，但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够了，你这个不孝子，自己做错事还敢对妹妹发脾气，我看你是疯了。我打死你这个孽障！你害嘎2条人命，还想连累我们全家，你怎么不去搭？如果他们真的不知道真相，如果爆炸真的是意外，那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是真的，而我就是那个害死2条人命、烧毁300万豪车的罪魁祸首。别说了，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你们不能私下贸然定论。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就是他干的。我们老朱家造了什么孽啊？捡到这么个丧门星，当初就应该让他冻嘎在路边。随后我被带回了村子，我被关在黢黑的堂屋里，我蜷缩在墙角，脑子里一片混沌。那些关于前世的记忆，那些关于父母合谋的记忆，到底是真是假？如果他们是清白的，那我前世的20年又算什么？我有些恍惚，难道我的精神真的出了问题？想不明白的我偷偷溜了出去，想去水库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，没想到却在水库边看到了爸妈和妹妹。怎么办？计划变了，他好像真的沉车了。他如果真的沉车了，那爆炸的那辆是谁的？不管了，反正已经爆炸了，就按原计划进行。那2条人命怎么办？好像真的嘎了，但不是我们安排的那2个人。谁干的？不知道，但正好省得我们花钱演戏了。我听到他们的话，浑身发冷，如坠冰窟。他们果然有计划，上一世的爆炸、死亡、债务都是他们策划的，是真实存在的。但这一世爆炸和死亡变成了真的，超出了他们的预料。可他们还是要按原计划进行，还是要让我背这个黑锅，当这个替罪羊。那水库里的车呢？为什么不见了？不知道，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记错了，根本就没沉？不可能，我早上去水库边看过，确实有东西沉下去的痕迹。那怎么回事？车自己长腿跑了？管他呢，反正现在死无对证，他说什么没人信，咱们就咬死了是他的车，让他赔钱就是了。可那是2条人命啊，真让他去坐牢？坐什么牢？赔钱就行了。咱们先假惺惺帮他承担，让他感恩戴德，然后让他出去打工赚钱，和计划中一样，让他当血包。我就知道，我前世临死前听到的不是幻觉，这果然是他们的计划。可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被我沉到水库底下的那辆电动车到底去了哪里？现在只有找到电动车，我才能洗脱罪名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想起，刚买电瓶车的时候，因为钱不够，我选择分期付款。卖家在电瓶车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装了一个定位器。想到这，我连夜来到镇上，找到了卖家，让他查一下电瓶车的位置。可这一看，我瞬间五雷轰，终于明白被我沉到水库里面的电瓶车到底去了哪里，而爆炸的那辆车又是谁的。第二天一早，屋内传来爸妈的说话声。叔叔那边怎么说？还能怎么说？证据确凿，就是他的车。这死小子，这回可把咱们家害惨了。那200万赔偿款，还有迈巴赫那300万，咱们家砸锅卖铁也赔不起。叔叔不是说，如果真是他的责任，可以走保险吗？电动车有保险的。保险顶个屁用，顶多赔个几十万，剩下的不还得咱们掏？我打听过了，村东头的老寡妇张婆子年前嘎了老爸，想再找一个，人家说了，愿意出30万招入赘。那张婆子都50多了，可我哥才27啊。27怎么了？要不是他惹出这档子事，我能出这下策？人家张婆子愿意出30万，加上保险赔的，差不多能把迈巴赫的钱还上了。至于那2条人命，该坐牢坐牢，该判刑判刑，反正入赘了就不是咱家人了。那张婆子眼馋他不是1天2天了，前几天还托人来问过，我当时没答应，想着他还年轻，能多干几年。现在倒好，干出这种事来。我站在门外，听到他们的对话如坠冰窟。上一世他们让我打了20年工，还了几百万债，这一世他们更狠，直接要把我卖了。我直接走了进去，屋里3个人瞬间愣住。把我入赘给张婆子，拿钱给妹妹买房买车，是吗？我妈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但随即又硬气起来。是又怎样？你自己惹出来的事，不该你自己担着。我惹出来的事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那辆爆炸的电瓶车是我的？废话，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难道是我的？我的电瓶车早上6点就被我沉到后山水库里了，爆炸的那辆根本不是我的。闻言，全家人哄堂大笑。听见没？他疯了，沉水库里了。那水库里的车呢？叔叔捞出来了吗？那是因为有人把我的车捞走了，我的车现在就在后山林子里，我有定位，我买车的时候装了定位器，现在那车就在后山林子里，离水库不远。你们不信，现在就可以去看。我掏出手机打开定位给他们看，3个人面面相觑。可就在这时，院子外面传来一阵喧哗。朱大海，你给我出来！嘎人偿命，让你们家赔命。朱浩呢？让他滚出来！我扭头看去，是一中年夫妇，是死者的家属来了，后面跟着的是赵总，迈巴赫的车主，在后面是乌压压的村民，手里拿着锄头棍棒。朱浩，你赶紧赔我车300万！你今天不赔，我弄嘎你！赵总，你冷静，冷静个屁！我特么刚提的车300万烧成废铁了，还有那2条人命，你们家等着吃官司吧！就是你赔我吧，赔我儿子！你这个嘎人凶手！不是我，那辆爆炸的电瓶车不是我的。不是你的是谁的？村里人就你有这样的电瓶车，车牌也都是你的，你还敢抵赖？我有证据，我的车在后山林子里，我有定位。闻言，人群瞬间安静。定位？对，你们看，这是我车上装的定位器，现在我的车就在后山林子里，根本没有爆炸。赵总接过手机，盯着屏幕看了几秒，又抬头看我。这玩意儿准吗？肯定准的，误差不超过5米。你们现在去看，一定能找到。人群开始骚动，有人议论纷纷。要不去看看？看什么看？肯
肯定是这小子瞎编的，想拖延时间。万一真的呢？赵总犹豫了一下，正要开口，一个声音突然从人群后面传来。哥，你别再骗人了。我猛地转头发现是妹妹的男朋友，平时非常斯文，总是低着头，很少说话的男生。哥，我知道你压力大，不想承担责任，可是你不能这样骗大家呀。你说什么了？今天早上我看见你推着电瓶车从家里出来，推着车往村口方向走。你胡说，我明明是往后山去的。哥，你别再撒谎了，我知道你不想承认，可是那2条人命是真的呀，那个爷爷还有那个小弟弟，他们多无辜呀！我亲眼看见你推着车往村口走的，我还问你去哪儿，你没理我。闻言，人群瞬间炸了。听见没？人家亲眼看见的，你这小子还想抵赖，真是不要脸！林峰可是他妹妹的男朋友，能撒谎吗？气得全身发抖，想要张嘴说话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林峰站在我面前，一副无辜的模样，可他的眼睛里，我却看见了一丝算计。我的脑子嗡了一声，突然明白过来，是你把我的车捞出来的。闻言，林峰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。哥，你说什么呀？我捞你的车干什么？是你看见我沉车了，然后你把它捞出来，藏到林子里，然后你买了另一辆车，套上我的车牌，推到村口引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朱浩，你胡说什么？你没事欺负林峰干什么？妹妹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是装的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放屁！林峰今天一天都跟我在一起，怎么可能去捞你的车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！你说你看见我往村口推车，那我问你，我穿的什么衣服？林峰愣了一下，随即小声道：穿的黑色棉袄。胡说，我今天早上穿的是红色羽绒服，那件黑色棉袄早就破了，我根本就没穿过。我记不清了，天太黑，可能看错了。看错了？你不是说亲眼看见的吗？怎么又看错了？哥，我知道你看不上我，可我真的没撒谎，我看见的就是黑色，可能真的是天太黑看错了颜色，但车是真的呀，你推着车出去是真的。我瞬间气得咬牙切齿。够了，你个孽障，还嫌不够丢人？人家林峰好心帮你说话，你倒好，反咬一口。朱浩，你说的定位到底是真的假的？是真的，你们现在就去后山林子，一定能找到我的车。好，那就去看。如果找到了，算我错怪你；如果找不到，你别怪我不客气。随后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往后山走。后山的林子不大，离水库确实很近，走路不到10分钟。我拿着手机跟着定位往前走，红点越来越近，就在那。可放眼望去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片空地，几块石头，几丛枯草。车呢？我问你车了，你不是说有车吗？不可能，定位显示就在这儿。你特么敢耍我？我没有，真的，定位也显示就在这儿，怎么会没有？此时人群中传来一声大笑，不用说就是林峰，他知道我要来，提前把车转移了。随即林峰又开口了：你是不是记错了？也许你根本就没有沉车，也许你只是做了个梦。你闭嘴！我问你，是不是你把车转移了？你一直在撒谎，你才是凶手。林峰吓得不敢说话，见状妹妹立马出来打圆场。你说林峰捞了你的车，证据呢？你说你的车在这儿，车呢？面对铁证，我丝毫没有解释的机会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突然响起，是昨天给我做笔录的叔叔。等等，你说的定位是什么定位？我买电瓶车的时候，卖家装的 GPS 定位器，今天凌晨我去查过，显示就在后山林子里，可现在车不见了。叔叔接过手机，看了看定位记录，又抬头看我。这个定位应该能查历史轨迹吧？说完，叔叔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打了个电话。几分钟后，他挂了电话，看向我。我让人查了一下这个定位器的后台数据，今天凌晨3点到4点之间，这个定位有过移动，从水库附近移动到了这片林子，然后早上7点到现在一直没动过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车确实被人移动过，而且是今天凌晨移动的。那车呢？车去哪儿了？叔叔没回答，而是看向四周，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过，最后落在林峰身上。这位先生，你刚才说你早上看见朱浩推着车往村口走，你确定你看见的是朱浩？确定。天还没亮，你怎么确定的？我看见他的脸了。看见了他的脸？那你看见他推的车是什么颜色的？什么牌子的？红色的，但我不认识牌子。那车上有什么特别的标志吗？没有。叔叔盯着他看了几秒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，随后又突然问道：那你今天凌晨3点到4点在哪儿？闻言，林峰的脸刷得白了。我在睡觉，和我女朋友一起。对，他跟我在一起，一晚上都没出去。是吗？那你们睡一个屋？我们快结婚了，睡一个屋怎么了？犯法吗？不犯法，但你确定他一晚上都没出去？我确定，我一觉睡到天亮，他就在我旁边。叔叔没再说话，而是拿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，递到他面前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照片上是一个模糊的身影，穿着深色衣服，正推着一辆电瓶车走在后山的路上。时间是今天凌晨3点42分，虽然有些模糊，但能看出是个男人，身形瘦高。综合来看，你觉得这个人会是谁？闻言，林峰的脸彻底没了血色。这是从水库附近一个私人监控里调出来的，那个监控是养鱼的老赵装的，本来拍的是鱼塘，但角度刚好能拍到那条路。今天凌晨3点多，有人推着一辆电瓶车从水库方向过来，进了这片林子。这个人的身形和你很像。不是我，那不是我。那你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凌晨3点多会有人推着电瓶车出现在那里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你知道我们在林子里找到了什么吗？林峰的瞳孔猛地收缩，叔叔没再说话，只是挥了挥手。几个叔叔从林子另一边走出来，手里推着一辆电瓶车，我的电瓶车，车上还绑着几块石头，绳子都没解开。这辆车我们在林子东边的废弃窑洞里找到的，藏得很隐蔽，但不够深。现在你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的指纹会出现在这辆车上吗？林峰彻底崩溃了，他双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不是我只是想帮忙，宁宁你救救我。闻言，妹妹立马将头扭了过去，而林峰的眼神里瞬间闪过一丝绝望。你说过会帮我的。是他干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，是他自己干的，跟我没关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林峰的眼睛里最后一点光熄灭了，他慢慢低下头，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好你个朱宁宁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如果不是为了娶你，我怎么会做到这个地步？随后林峰被带到了派出所，我作为当事人也跟着去了。此时审讯室内，林峰给了
了我一个讽刺的笑容。想知道为什么吗？都是因为你这个哥哥不够努力，所以我们结不了婚。宁宁想让我入赘，但却没钱买房买车，你这个哥哥也没本事，他们想让你多干几年，多攒点钱，给宁宁办婚礼，可我们等不了了，因为宁宁怀孕了，2个月了，再不买房，这孩子生下来住哪儿？宁宁说她也没办法，她爸妈没钱，你也不肯出钱。他顿了顿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恨意。后来我们2个一起想了个办法，电动车爆炸，烧了车，烧了房，赔个几百万，你不得拼命赚钱？你赚的钱不就是你妹妹的钱？那2条人命呢？假的，我找的人演一场戏，给点钱就行。那个老大爷和他孙子根本就不是本地人，演完就走。迈巴赫也是假的，租的报废车，烧了就烧了，赔不了几个钱。可这次是真的嘎了人。林峰的脸色瞬间变了样。我没想到，我不知道那辆车会真的爆炸。哪辆车？我买了辆一模一样的电瓶车，我想着你的车沉了没法引爆，用这辆车冒充你的，引爆它烧了迈巴赫，再让那2个人假死，就能让你背上几百万的债。可我没想到那车的电池有问题，容易起火。但我想着反正就是要它爆炸，问题越大越好。可我没想到它会炸得那么厉害，会真的炸嘎人。更让我想不到的是，那2个人还没到，车就炸了。我没想到会炸死路过的人。审讯室里安静了很久，我看着他的脸，突然觉得很累。上一世我以为害我的是爸妈和妹妹，可到头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这个我从来没怀疑过的未来妹夫，而他做这一切只是想买房，为了买房可以毁掉一个人的一生，害嘎2条无辜的人命。